帖木儿真的对明朝称过臣吗？事实上啊，帖木儿没有对明朝称过臣，一切都只是朱元璋的幻想。洪武20年，帖木儿第一次遣使来华，还带来了一些贡物包括马匹、骆驼等等。洪武27年，帖木儿再次遣使来华，不仅送上了200匹马，还奉上了一封贡表。贡表的措辞可以说是极其谄媚肉麻，简直是把我皇皇大明当成了天朝上国而把自己贬到了尘埃里。这份贡表是这么写的，大家听一下啊。恭为大明大皇帝，受天明命，统一四海，仁德宏布，恩养数类，万国欣仰，贤之上天，欲平治天下，特命皇帝出英运数，为义诏之主，光明广大，昭若天境，无由远耳，贤诏临之。臣帖木儿辟在万里之外，公闻至德宽大，超越万古，自古所无之福，皇帝皆有之；所谓福之国，皇帝皆服之。远方绝域昏昧之地，皆清明之。老者无不安乐，少者无不长随，善者无不蒙福，恶者无不知惧。今又特蒙施恩远国，凡商贾之来中国，使观览都邑城池，富贵雄壮，如出昏暗之中，忽睹天日，何幸如之？又承敕书，恩抚劳问，使战役相通，道路无庸。远国之人贤得其计，养亲圣心，如赵氏之碑，使臣心豁然光明。臣国中部落闻兹得音，欢舞感戴。臣无以报恩，唯养颂祝，福寿如天地，永永无极。表面上看呢，帖木儿自称臣，而称朱元璋为大皇帝，且极尽谄媚之余，看样子像是真的对明朝称臣了。但实际上这封贡表最初并不是用汉语写成的，而是用波斯语原文根本没有什么臣之类的字样，经由明朝文人翻译润色后才呈上御案，变成了上面那个样子。这朱元璋一个叫花子出身的大文盲，哪里知道帖木儿在哪儿当然了，凭空多出一个大番薯，他自然也是乐意的。于是在洪武28年，朱元璋派使者富安按朝贡国之礼前往帖木儿帝国。帖木儿这才明白明朝竟然把他当成了摇尾乞怜的大番薯，于是便对明史十分轻慢，甚至愤而将其扣留，还带其遍游帝国以示强大。富安在外羁留了整整13年，直到永乐5年才被放回。朱元璋见自己派去的人没有回来，便在洪武30年又派陈德文前往，结果这次派去的人还是没回来也是到永乐5年的时候才回来这时候帖木儿已经死了3年多了这件事不仅记载在中国的史料中，也恰好记录在克拉维约、东史记等外国史料中基本上可以算是坐实了的历史结论了。所以帖木儿根本没有向明朝称臣的打算，但他又为什么对明朝如此客气，还送上马和骆驼等所谓的贡物呢？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帖木儿此时刚刚完成对蒙古诸汗国的征服，后方不稳，而且他所扶持的托托弥师背叛，他正在平叛，所以还无法对明朝强硬，所以也只好先送来一些贡物，远交近攻，先拖延一下再说。另一方面呢，我皇皇大明对待大番薯向来是不计成本，厚往薄来毕竟老朱家叫花子出身，有了点钱就不知道该怎么花了，就这么块料换了谁不得闻着味儿过来，拿着土块换黄金，大赚一笔帖木儿也不例外。但在帖木儿看来这顶多算是拔剑之前的短暂妥协，却被朱元璋硬生生的理解成了朝贡。